有时候你计划逃离这个快节奏的城市，找到独属自己的宁静。有时候你需要为了生意出差，你或许需要一个输入设备和一个输出设备，都很便携，不占地方，轻量小巧。今天我们说一款移动键盘和一个便携打印机，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。我们的主角，配角是 iPad mini 6，因为它足够轻巧，而且性能还不错。看看这期节目你就了解了。而节目里拿后期用了那么大的键盘和鼠标，不便携。而这个叫3娃的蓝牙键盘，算不算是个平替呢？这是一块键盘，折叠起来一个手机大小，比手机轻，摊开就能码字。我拿它来配合我的 iPad mini、iPhone， 还有 MacBook。3娃的这款键盘外形、折叠方式我都很喜欢，轻巧，绝对便携，你甚至能把它揣进裤兜里。你看这个表面磨砂的质感啊，是不是像极了微软的那一款？不像一些硬塑料的块块，很薄，也有高级感。C 口的充电嘴，好评，可以配对3个设备，1、2、3，轻松切换。这旁边还有个触控板，好家伙，这就有意思了。键盘鼠标都有了，属于是 iPad 上直接能用，按不下去，要轻点。功能与 Mac 的触控板很像，你看，移动光标、选择、拖动都没问题。熟悉 Mac 触控板的都能用。我去，还能2指手势，虽然能滑，但很挤，而且空间也小。3指、4指，就算了吧。iPhone 使用时要打开辅助功能里的触控，不过 Mouse 开一次关掉也行。和 Mac 配合时，同样只有最多2指，3、4指功能就别想了。另外，不管和谁，这个滚动方向是反着的，就是你要把系统里的自然滚动关掉，才是真的自然滚动，不然就变 Windows 了。另外，它不能横向滚动，所以这个翻屏、这个启动台翻页都不行，得配合快捷键，用 Command 加方向键吧。其实有触摸屏的情况下，或许这样是不是更快呢？快捷键也是完全支持的，不清楚的朋友 iPad 下按住 Command 不松手就知道了。我们来边敲字边放歌。iPhone+7，下一曲，音量，哈哈，应有尽有。只要你熟悉 iPad OS， 用好 FN 和上面这排功能键，结合手指操控，基本上 iPad mini 用着挺惬意。功能说完了，那这个键盘打字如何呢？这可是核心功能。当真的用起来时，你会发现什么叫梦想与现实的差距。手指并拢点，你以为你能很好的按到想要的键帽，结果键盘十分小巧，手掌大的同学请记住并拢你的手指。你的手指不可能像在航母上散步一样悠闲，事实上它们都挤在一艘救生艇上。是的，这个键盘就像一艘救生艇，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应急。手指大力点，你以为跟一般键盘差不多？知道跳舞的感觉吗？指尖的舞蹈，轻重缓急。这里可不行，它虽然有键程，不会像以前 iPad 的原装键盘一样像在纸板上敲，它会有弹性。但奇怪的是，用这个键盘打字必须每一下都按到底，否则很可能漏掉字母。打字时你不能滑过去，不能含糊其辞。如果你想追求速度，我告诉你，你会想砸了它。你必须节奏慢下来，一下下手踏实地。你打字时肌肉真的会酸痛哦。要了命的 Shift！ 你以为键盘都不应该有几乎纠正不过来的使用习惯？你错了，在这个键盘上，你几乎没办法不看一下键盘去按右边的 Shift， 因为你所习惯的位置是上光标键。每一次你不加思索地按下去，结果光标一行一行往上跳。记住，右手小拇指往右多去一点。你想着自己要按错了，这样就对了。你要会标准的盲打。你以为应该用右手按 B， 左手按 Y？
键盘分成左右手两部分，如果你打字不规范，你会很痛苦。为什么会有这条难以逾越的鸿沟？而且键帽没有背光，不会盲打，晚上就呵呵。所以这个键盘适合平时打字吗？不会，你不会享受用它打字的感觉的。它就是用来应急的，因为你在逃离城市，你在出差，你没有家里那舒服的键盘，而你又不得不在戳玻璃板和它之间做个选择。这一点连说明书都提供了非常贴心的提示：打字15分钟，休息1-2分钟。值不值得买？因为你会每次使用它不超过15分钟，所以你要熟悉这块键盘，起码要用上几个月。我已经用它大半年了，依然会打错字。但说真的，每一次几天时间外出，我都会带上它，和我的 iPad mini 一起，让你既能有轻松闲暇时光，又能在工作时稍有效率。轻便和功能是它的亮点，而如果能将打字的手感调整好一点，就很不错了。另外，键帽材质打油是存在的，它充一次电能用挺久的。三娃便携蓝牙键盘 Testway 主观综合评分7分。好了，有了输入工具配合移动设备，或许你也需要一个输出工具。汉印 A4 便携打印机表现如何？这个你以为是月光宝盒的家伙，其实是一台打印机，跟摊开的键盘差不多长，窄一点，不过高很多，也重不少。它的功能非常简单，你喂一张纸，普通的 A4 纸啊，它吸住，然后纸这么一过，一张打印好的文件就出来了，黑白的，没有彩色，侧着观看，文字图案还有点亮亮的反光。就这样，同时用力按下这2个按钮，打开上盖，你就知道它的原理了。碳带、热转印，普通 A4 纸走这里过，碳带也相应的卷过去，有字的部分就被热转印到纸上。所以我们取出碳带，倒带，你看像不像我们那代人学生时代老师手刻的蜡纸？好了，原理你懂了，那么它的打印效果呢？文档浓度高，浓度低，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能看清。数据上说300 dpi， 我觉得不像。你看这个表格，字这种大小就有些看不清了。但相同的喷墨，你感受一下。所以这个打印效果呢，只能说凑合，距离精美差10万8千里呢。照片就更没得说了，这是梦回30年前呐，艺术创作了，属于是。官方说，我们有优质 A4 纸，会提升打印的效果。这么看来，这个打印机也是应个急，你不可能享受它的效果。如果孩子在度假，有个试卷要打印，或许用得上。老汉儿，打印哈。24页啊，这哪个老师这么狠啊？这请问这一个碳带能打多少页呢？40几张。那打印一次得要用半个碳带呀。那请问这一个碳带多少钱呢？25。好家伙，这打印一张得要7、8毛啊！有没有一种可能节约一点呢？有，把碳带卷回去再用。经过我们反复试验，只要是文案一类的打印文档，字体不大的，多卷回去几次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反正你也是看个影儿，不追求效果的。当然，如果卷回去再打印图案或者粗体大字什么的，嘿嘿，反白效果你看一下。我们来算一算，一个碳带打印大约40张纸，如果反复用3次，那么大约可以打印120张纸。碳带25元除以120，分摊到每张纸上大约0.2元，加上纸的成本5分钱一张，这样打印一张成本就在2毛5左右。虽然比喷墨还是贵，可也算感觉上节约了不少呢。哈哈哈哈哈！聪明如我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不吃纸了？怎么还亮红灯儿？
所谓你找 bug， 我来第一 bug。原来汉印的逻辑是管你卷不卷回去，只让你打印40几张纸，计数器到了，你剩余的碳袋也就废了。哎呀，我不甘心呐，还有这么多没用的空白碳袋呀！还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用碳袋，用热敏纸打印呢？哎呀，它好赖呀，我考不了 bug， 放弃了。一点都不像 Testway， 那个平台都能卡 bug 的，买一盒25.9块的笔就能获得29元的会员，还能继续享受会员价购买商品呢。使用这个打印机，你主要会通过手机或者 iPad 来打印，蓝牙连接，它自带爱啪啪，打印思路并非传统的文件打印，而是将文件分享给汉小印这个爱啪啪，所以不管是 QQ 来的文件还是微信的文件，你都能很轻松的分享。而 WPS、Word 因为有云自动同步，所以不论在什么设备编辑，都可以用手机分享打印。它的打印速度，文档还不错，图片就会慢不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在爱啪啪里点击文档打印，利用手机文件系统来打印文档。如果你想双面打印，简单，直接打印当前页，等纸吐出来，翻个面再放进去，再选下一页，点击打印就 OK 了。在爱啪啪里，你能调整打印浓度或者纸张大小。图片的话，我建议你用图片处理滤镜中的内容增强，是不是效果好些呢？否则爱啪啪的编辑能力并不强，不能在爱啪啪里直接缩放打印内容，有点遗憾。另外，打印机每次都要先在系统设置的蓝牙里连好，再点爱啪啪的连接，不然转圈圈给你看，只能强退。而这个爱啪啪也是给好几种汉印打印机用的，而且它更主要的功能是个学习商城，就是错题集啊、试题集什么的，所以这个打印机也是为学习而生的。难道成本不是有点高吗？果然是一切为了孩子。如果你说我 MacBook 笔记本什么的打印能连线吗？没问题，该有的驱动都有。打印机自带2000毫安时电池，充电一次能打个几十页吧，充电8瓦的功率也能边充边用。值不值得买？汉印 MT800 便携打印机就是应急使用，在外确实需要打印机了，或者有个度假房，孩子放假有时候会用到，而常规使用我并不推荐，原因有3。第一，基本只能打印文字，打印效果还只能看个影儿，并且没有彩色，打印效果也不稳定，打印同样的文件你可以得到不同的效果。第二，一张张为止，你需要打印多几页文档，就不能离开机器，干不了其他事儿，有点麻烦。第三，卡不了 bug， 打印成本属实高了。不过也正因为热转印碳袋的原因，你不必在意打印内容的多少，打2个字和打一满幅照片，碳袋都会走掉这么多，成本并没差别。另外，给它喂纸你要慢慢熟悉，不然喂歪了，纸出来卷边儿，嘿，常有的事儿。Testway 给出汉印 MT800 便携打印机主观综合评分5.25分。为什么在这个年代我们还需要键盘和打印机？因为需要专注。其实我们大可以在玻璃板上戳，用语音，或者在手机、平板、电脑上阅读。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我一在手机上看东西就觉得眼花，面积不够大，看得憋屈，而且一会儿就分心干别的事儿了，根本没法专心。打字我依然喜欢用有实体感觉的键盘，而非虚拟键盘，语音录入总让人紧张，所以这些传统的媒介依然存在，还是有需要它的人在。如果你热爱码字读书，我觉得这一套还是有准备的必要的。哦，对了，还得带上纸。拿起来，举过头顶。哦，或许太高了。
可它在我心里的地位就是那么高。转动，按下，那一声咔嚓，随着机械联动一个动作触发下一个动作，情绪的瞬间被定格下来。定格的不仅是我看到的，还有我心里感受到的。我是一名摄影师，我有我说话的方式，那些看起来静止却是流动的影像。Testway 爱摄影系列 T 恤现已上架。好，节目看完了，那你觉得这两个产品分别能够得几分呢？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，给他们打分吧。那本期啪因为是自己用的，所以没有，不好意思啊。请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关注我们的节目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。淘宝搜索店铺 Testway 值不值得买，上面已经有不少的产品了。就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件纯色的 T 恤呢，这是标准款的，不妨去看一看。就纯色系列啊，配合我们的手机壳，你看一套的。淘宝评论来上个电视哈，这个叫做小新鲜笑说。7年前我刚和女朋友在一起，7年后我们的猪女孩也都出生了，一路总算是顺顺利利，建造了一个有盼头的小家庭。这么久以来 ，Testway 就像一个老朋友，一直陪伴着我们。我觉得喜欢的人就应该去见他，我觉得好的视频就应该用实际行动支持。Testway 再来个7年，我们俩小夫妻把3胎政策都落实了，到时候你们出个童装吧。再来个7年，我觉得可以把童装安排上，到时候我们就来一个 Keep Going Mini， 怎么样？买账吧。 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